体不适的雌性蛇颈龙脱离了队伍，这成了掠食者的目标。身后危险的猎手正在接近它。很快，蛇颈龙群就发现了这只闯入族群的苍龙，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下，最终赶走了这个危险的猎手。原来，这只体弱的雌性蛇颈龙即将迎来自己。
会枯萎而死。一些年长且经验更丰富的独孤龙可能还记得其他潜在的食物和水源所在地。为了穿越酷热的沙漠，它们只能选择夜间行进。像许多迁徙动物一样，独孤龙也可以识别由天体构成的路标，这将带领它们穿越过这片千变万化的沙漠。经过几十公里的长途跋涉，它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来自海洋的雾气会在它们身上结成水珠，说明前方这片在雾气滋养下形成的绿洲就是它们此次旅途的目的地。在北美，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并伴有猛烈的风暴和倾盆大雨。虽然这里生活着体型最大的食草恐龙之一，但它们却是霸王龙的猎物。这只雄性霸王龙刚刚猎杀了一只三角龙，但在捕猎过程中留下很深的伤痕。霸王龙是专为捕食大型食草动物而生，尽管很多食草恐龙已经进化出了重型防御武器，但依然抵不过恐龙霸主的攻击。几十年的厮杀让这只霸王龙遍体鳞伤，甚至还失去了一节尾巴。这次的伤口显然更为严重，极有可能因伤口感染而死。他决定用河水清洗伤口，确保自己有希望能存活下来。但不幸的是，一只更年轻的雌性霸王龙闯入了他的地盘。他不断对入侵者发出警告，可对方却没有退缩。雄性明确表示不想打架，他更想和对方成为伴侣。雌性似乎也同意了，他震动咽喉，发出同样的呼噜声。霸王龙对脸颊的触碰非常敏感，这代表着它们求偶成功，不久后便会诞下自己的后代。在南非的雨林深处，生活着地球上最大的飞行动物——一展超过9米的巨型风神翼龙。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来到这里，海水上涨所形成的小岛正是它产卵的好地方。风神翼龙无疑是飞行大师，但它们在地面上也有着不俗的战斗力，翅膀上的手指可以使它们在陆地行走。一只雌性翼龙选择在潮湿的土壤上产卵，这样可以防止它的卵壳蛋风干。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会产下大约12枚1公斤重的蛋。这个过程会让它精疲力尽，在用植物遮盖住后，迫不得已去别处寻找猎物补充能量。就在离开后的不久，来了一只年龄更大的雌性。
展现它魅力的一面，并进行着一场求偶表演，让任何从上空经过的雌性能清楚地看到它在寻找配偶。终于，一只雌性翼龙降临了小岛，但求偶表演必须证明雄性拥有良好的基因，以便它们的后代能够继承这些基因并茁壮成长。这只战利品证明了它是个出色的猎手，而能将其带到这里，也证明了它是一名飞行能手。一场同步的舞蹈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信任。就在这时，一只年轻雄性翼龙打破了现场气氛，大战似乎不可避免。龙的脑中也有一幅沙漠地图，准确地记录着水源的位置。很快，一只小多智龙找到了一处泉水，但这块水源早已被另一只成年多智龙占领。面对成年的多智龙，它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好在它的帮手另一只小多智龙从远处姗姗来迟，准备加入战斗。但成年多智龙并不想和他们争斗，索性与其进行共享。就这样，两只小多智龙终于喝上了水。可他们也不能在这里待太长时间，还是要尽快寻找下一个栖息地。数月后，季节性风暴改变了这里的风向。第一只小伊西斯龙破壳而出，它肩负着呼唤其他同伴的重大使命。为了生存下去，他们需要找到自己的母亲，但这一路注定充满坎坷。刚出生的幼崽们迫切需要能量，好在母亲的粪便中存有他们所需的营养，并且还可以通过气味引导幼崽们找到母亲所在的群体。吃饱喝足后，这群小伊西斯龙便踏上他们生命中的第一趟征途，离开这个危险的火山口，前往广袤的森林。火山周围冒泡的液体泥浆池将成为他们致命的陷阱，如果稍有不慎跌落下去，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历经2天的跋涉，小伊西斯龙们勉强走过泥浆池区域，但更大的危险也悄然而至。对于圣王龙来说，暴露在外的小伊西斯龙将成为圣王龙的一场盛宴。在这种环境下，唯一能够躲藏的地方便是熔岩裂缝。等到圣王龙吃饱离开后，幸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挑战者被经验丰富的首领用战斗技巧压制住，并为此付出了严重的代价。失败者黯然离场，而胜利者则可以与伴侣进行繁殖任务，不久后便会诞下自己的后代。在美洲大陆的极北地区，完全黑暗的时光将持续整个冬天。当太阳近3个月来第一次升起时，一群四鸟龙开始寻找着新鲜的植被，高大轻巧的体型和强有力的3指能够让它们飞快地奔跑，这也让很多掠食者很难捕捉到它们。而作为北极地区最强大的掠食者，与霸王龙同属暴龙超科的白熊龙，在度过了难熬的冬天后，迫切地想要捕获猎物来补充能量。但由于这里十分空旷，白熊龙无处可藏，对此它只能放手一搏。但由于四鸟龙的爆发力使它们占据优势，对于白熊龙来说，每一次失败的狩猎都会消耗宝贵的能量。现在它已经处在了饿死边缘，对此它改变了策略，选择一片充满岩石的荒野，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身体，然后朝向四鸟龙的方向缓慢移动，找准时机发动攻击。四鸟龙受到惊吓，开始逃窜，其中一只脱离了队伍，这也让白熊龙锁定了目标，最终擒住了猎物。但它不能独享这份美食，因为还有一群幼崽需要喂养，这可能是他们几周以来第一顿丰盛的大餐。之后，它只能继续进行着狩猎，直到它的幼崽们